苹果在上个礼拜举办了 WWDC 2024，我们实际上手体验了一下各大 OS。今天这一集就来分享一下心得。那今天我们做一集就好，因为各大 OS 的更新，老实说真的没有去年那么多，算是小改。1个小时40分钟的发表会，用了1个小时谈了6大 OS，40分钟的时间都是在谈 AI， 你们就知道有多重要了。不过这个 AI， 苹果称之为 Apple Intelligence 我们目前还不能够体验，首播开放也就只有英文的地区还有美国，但是我们还是会简单聊一下我们的看法。苹果到底是随波逐流还是重新定义？我自己觉得两者兼具。乍看之下 ，Apple Intelligence 所推出的这些 AI 功能，就跟我们在其他的品牌上面看到的大同小异，来来去去就是文字书写工具、生成图片、照片整理或编辑，然后语音转入文字，还有整理重点。这些我们在近几年 Pixel 的手机上面，或者是去年刚加入Galaxy AI 的三星的手机上面都看得到。那实际使用起来谁比较厉害，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那 Apple Intelligence 有哪一些不一样？我觉得有3大重点。第一个就是极度的重视隐私。Apple Intelligence 它透过3种方式来去执行。第一个就是本机的运行，第二个是私有云的运算，还有第3个是跟 OpenAI 的 ChatGPT 来去合作。那苹果他们把大部分的 AI 功能做到在本地来去运行，这也是近几年 AI 的发展趋势还有方向。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隐私做到极致，不用把个人的资料啊、照片或者是影片这些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不过具体有哪一些是真的不需要联网就能够来去操作的，这个也是有待测试的。那针对比较复杂的一些运算还有问题，苹果他们提供的是一个私有云的运算 Private Cloud Compute 的服务，让用户可以连接到苹果的 server 来去做运算，同时保证都是有经过加密，绝对不会出自我们的资讯。那跟 ChatGPT 的合作，我觉得算是一个强强联手，让 Apple Intelligence 它的功能更加的多元化。你不需要有 OpenAI 的账号，不会出示你任何的资料。每一次要执行 ChatGPT 之前，它都会问你同不同意。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太像是苹果的作风，有一天它一定会搞个自己的版本。那我自己有一个担忧，就是这一次合作的是 ChatGPT 的 GPT-4o 的模型，那它的 Knowledge Cut-off Date 是2023年的5月份。换句话说，就是2023年5月以后的事情啊，他都不知道。等到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用到 Apple Intelligence 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2025年的事情了。那会不会更新这个模型，或者是使用更新的模型，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地方。第二个 Apple Intelligence 的特点，真的很拗口，我们接下来全部统称苹果 AI 好不好？第二个苹果 AI 的特点，其实就是延续第一点而来，以人为本，强调个人化的功能。正是因为苹果的 AI 它大部分都是在本地运行的，在拥有隐私保护的情况底下，它知道你的个人讯息，它知道你的资料，知道你接下来什么样的行程，你可以放心的请它从照片里面找到你的车牌号码、护照号码这一些，找出上个礼拜你传那个迷因给谁谁谁等等的。那这些功能不是第一次看到了，之前在 Google I/O 上面也有看到，只是说实际运行起来有多么的顺畅，和第三方的 App 使用起来配合起来如何，这个也是有待测试的地方。我相信至少台湾的使用者，大部分的人是透过 Line 来去传迷因啊，或者是 IG 来去传的嘛，所以跟第三方软体的配合这一点就很重要。那第3个特点就是整合到整个苹果的生态圈。目前为止，大概只有苹果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穿戴装置市占率极高的一个品牌。换句话说，苹果的竞争对手不是只有Google 啊、Samsung 啊这些手机的品牌，还包括了 Windows 的 AI PC 或者是 Copilot Plus PC 等等的。那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它是跨越手机、平板、电脑、手表的 Siri， 还有内建的软体，例如说像是 Notes 啊或者是 Pages 这些的 AI 功能，那全部都通用，让使用者更难的去离开他们的生态圈。所以虽然说乍看之下，大部分的 AI 功能跟其他的品牌所推出来的是大同小异的，但总是感觉苹果好像就是有能力可以把它们做到更稳定、更出色。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品牌迷思，但是他们是确确实实的为隐私设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所以苹果的 AI 它到底是一个噱头，还是真的可以成为个人应用的好工具？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各大 OS 的更新，我就分享几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实用跟比较重要的。那详细的教学还有设定那些，就看别人的教学影片就好了。那温馨提醒一下，没事的话，现在先不要去 update 去 beta 的版本，因为 bug 还蛮多的。第一个是 Vision OS， 这个我是最没有资格讲的。因为我没有，也没有朋友帮我从美国带回来。但值得期待的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地区也终于要开卖了。6月28号，中国、日本、新加坡开卖；7月12号，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开卖，就是没有台湾。
那 WatchOS 11这一次他们没有开放给 Apple Watch Series 5来去做 beta 版的测试，然后我又不敢贸然的把它升级到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上面，所以实测的部分我们先 pass， 但是会稍微提一下，它有一个新的 Vital 的界面，用来呈现人体的各种数据啊。另外一个就是透过数据的方式，结合个人的资料，去计算出你个人的训量负荷，就是一个 training load。那手表上面的 widget 现在有更多的种类，新的 OS 它会根据你的天气或者是所在地点，自动的去新增一些使用的 widget， 例如说它侦测到说你现在人在国外，它就会自动的去新增翻译的 widget， 这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智慧的展现。那根据外媒报道，新的 OS 它现在能够侦测你没有设定睡眠模式的情况底下去记录睡眠了，包括午觉。这个功能我等了10年有。iOS 跟 iPadOS 我觉得都差不多，所以我就把它合并起来讲。跟系统相关的主要会是在控制中心还有主画面，升级之后确实会让使用者有一种拿着新手机的感觉。控制中心现在它有几个分页，有更多的控制选项，可以轻松的去自定义大小。那主画面的这个绝对会被 Android 阵营的使用者大笑，我都不好意思讲了。就是 App 的 icon 的位置，现在终于可以随意的摆放了。先不要笑 ，Apple 它重新定义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去自定义 icon 的深色或者是浅色，甚至是任何颜色。我实际使用了一下调整 icon 颜色的这个功能，老实说，我觉得有一点简单粗暴，就是它好像就是直接帮你把一个颜色的褶罩这样直接盖上去，相较于 Nothing Phone 一个一个的去设计 icon 出来，美感真的是天壤之别。那真的要弄得好看，我觉得是有难度的。那另外一个不确定是不是 bug， 就是你现在在调整你这个 icon 的深色或者浅色的时候，你的 widget 也会跟着做调整，就不是跟着系统了。我希望这个只是一个 bug。那关于隐私的部分，接下来这2招真的是做得很好。一个就是设定你要开启 app 的时候需要 Face ID 才能够开启，这样子别人在使用你的手机的时候就不能够随意的看到你 app 里面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就是隐藏 app 的功能，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它也不会出现在 Siri 的建议里面。赞，其他的我觉得都是跟 App 比较相关的。改版的照片 App， 它现在不再是用分页的方式来去分类了，而是下拉到下面之后，它会有更多元的筛选方式，还有相簿，包括了发票、手写、插图、QR code 这些，它都会帮你分类。那计算机的 App， 这个算是一个少数让我为之惊叹的更新。iPadOS 它终于迎来了自己版本的计算机的 App，iPhone、macOS 计算机的 App 也同步的得到了更新。首先是有了删除数字的实体按键，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子，你需要用手势的方式来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删除，然后现在不需要横式也可以去启动科学计算机。最实用的，我个人觉得是换算的这个功能，这个里面它可以去进行各种单位的换算。那我觉得很好用的是币值的转换你现在不用透过第三方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 widget， 你就可以直接在内建的计算机里面来去进行币值的转换。每一次出国买东西的时候换算那个币值都觉得还蛮麻烦的，现在内建的计算机就可以帮你直接做到换算。那你出国的时候可以把锁定萤幕这边设定一下，就可以快速的叫出计算机，马上的帮你进行换算。让大家比较惊叹的，我觉得是数学备忘录的这个功能。虽然说我自己是用不到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苹果有做到重新定义我就直接用苹果的展示影片来去展示一下，比起我随便写一个不专业的算式，我觉得会好蛮多的。那对于学生来说，感觉上帮助应该会蛮大的。那以上所提到的这一些的功能，全部都适用到 iPhone、iPad 还有电脑上面都通用。那这个算式的备忘录，它也会同步的整合到你的 Notes 这个 App 里面去。备忘录的这个 App 里面，无论你是手写的方式或者是打字的方式 ，Notes 里面它都会自动的带出算式的答案。那新版的 Notes 我觉得它也获得了一个蛮大的更新，我觉得蛮有感的，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 Notes 的重度使用者。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或者是平板上面来去切换字体的颜色，加入了可以缩段落的这种功能。那 Smart Script 是在英文的手写字上面，注意是只有英文的手写字上面，可以帮你把字体变得工整一些。那我实际测试中文还是没有办法啦，不限定只有 Apple Pencil 可以使用，我使用罗技的笔也一样可以做得到。Notes 里面它还有加入了录音的功能，而且是可以自动的转录成文字，包括了电脑版也可以。不过目前测试只有英文可以，如果这些未来有支援到精准的中文的话，我想对我们的实用性应该会更大。然后现在应该是因为有 bug 的关系，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展示所有的逐字稿出来。这一次跟着发布的还有一个全新的 App 叫做密码，帮大家去整合和记录所有的密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越来
来越大，还是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数位时代里面？现在各个 App 或者是网页，他们的密码规则越来越麻烦，一次要加标点符号，一次要切换大小写，一次要加数字。我觉得是还蛮实用的啦。虽然说 Google Chrome 里面它大概是20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功能，不过因为有一些 App 你是不会透过 Web 的方式来去登录嘛，那就不会有记录。那未来我自己应该会很常的使用到这个 App， 即使是你在其他的地方的密码，你也可以选择手动的方式来去 key in， 来去帮你做一个密码的整理。我觉得这个功能算是有重新定义成功。那我不特别提到的一些功能，就是我自己觉得没有太重要的，例如说内建的 email App 里面，它现在会自动的去分类 email。这个 Gmail 里面用了200年的 App， 你敢在发表会上面说，我都不好意思听了。因为例如简讯的 App， 至少我身边是没有人在意这些简讯的功能啦，比如说文字格式啊、emoji 啊，或者是讯息的排程 RCA 这一些，我觉得就知道就好了。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应该要特别拉出来提的，就是 iPhone 14以后的机型，在没有讯号和 WiFi 的时候，可以透过卫星的方式来去传送简讯，它就像是 Garmin 的 InReach 这样子。但是这个跟之前的那个紧急卫星的通讯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你不需要一定要在紧急的时候才能够使用，而且目前它是免费的提供服务。对于有在登山的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即使你不用 iMessage， 为了通讯，我想你应该还是会去使用，只是台湾会不会支援这个就还不知道了。最后一个就是 macOS 的 Sequoia， 我觉得有2大重点。这个我觉得讲出来也会被笑，怎么办？第一个就是视窗终于可以自动的分割画面了，这个没有重新定义，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抄袭学习啦，致敬啦。视窗拖移到画面的左边或右边的时候，可以自动的分割成一半。这个在 Windows 上面再普通不过的功能，我大概也是等了超过10年以上。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使用快捷键，就是 FN 加 Control 来去搭配上下左右，或者是你在滑鼠拖移视窗的时候，按着 Option 来去做使用。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这个是 iPhone Mirroring， 这个就有重新定义了，因为我记得之前在 Android 的手机上面好像就有雷同的功能，可以透过 App 的方式去连接 Windows 11。那原则上，因为整个苹果都是同一个生态圈嘛，所以你应该可以做到更稳定、更快速，可以直接使用电脑的滑鼠还有键盘来去控制手机，也可以拖移传送资料操作。那我自己是很期待这个功能啦，平常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常需要在装置之间来去做切换的，例如说手机的 App 看股票比较方便。至少对于我来说啦，电脑编辑好的图片要发文的时候，我通常还是需要透过 AirDrop 的方式把它传到手机上面，然后再在手机上面来去发到网络上面去。然后有一些 Instagram 上面的讯息是没有办法在 Web 版上面来去看到的，所以有了这个功能之后，我相信应该会减少很多在装置之间切换的时间，还有看手机的时间。不过这个功能似乎要等到年底才会上线。那其他的 App Intelligence 功能这些上线之后才能够使用，我就不展开说明了。所以整体来说，我没有看到太多别人没有做过的新功能。虽然 Tim Cook 他不止一次的说到 Apple 他没有要当第一个做的，而是要当做最好的。那 Apple 他的确也重新定义了很多次啦，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怀念当初充满创新的 Apple。如果没有当年的 iPhone、iPod 这一些东西，哪来今天的 Apple， 对不对？而今年的 WWDC 我看到的似乎都是别人做过的，那苹果就是靠着它强大的生态圈把它做到更好。我期待 Apple 能够为使用者推出一些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出现过，能够让使用者眼前一亮的功能，当然也包括 AI 功能。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是有帮助的，欢迎帮我们按赞、留言、订阅、分享。我是艾尔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